你肯定也常看到的，就是网上特流行的那些富人怎么怎么样，穷人又怎么怎么样的说法。这个确实很火。比如说什么富人早起，穷人赖床；富人投资，穷人消费这类，对吧？对对，特别多这种对比。然后呢，你分享给我们的这篇文章，正好就是把这些流行的习惯对比，来了个大拆解。是的，文章分析得很细。它里面提到，这些说法很多是打着励志的旗号，想刺激大家改变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们往往把很复杂的贫富问题简单归结为好习惯、坏习惯。这就忽略了背后更深层的东西，比如资源啊、机会啊、社会大环境啊这些。没错儿，所以咱们今天就跟着文章的思路，不抬杠啊，就看看事实和逻辑，深入的聊聊这些关于贫富习惯的流行观点。好，我们会分类，看看每类观点想说啥，再结合咱们身边的情况聊聊，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呢，站不站得住脚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好，那咱们先看第一类，关于时间和精力分配的。比如第一个，穷人看电视多，富人上电视不看电视。这个说法很经典。原文意思大概是，普通人沉迷娱乐八卦，就是浪费时间，逃避现实；而富人呢，要么想着怎么上电视，扩大影响，要么就用互联网搞信息。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。但你琢磨琢磨，咱们小区送外卖的张师傅跑一天，那个累得够呛，晚上回去看看许记，放松一下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啊，这是一种必要的放松和调剂。还有菜市场的李阿姨，她看本地台的民生新闻，是为了知道菜价、天气哪儿修路了，这都跟她生计直接相关。而且方言播报她听着方便，比让她用智能手机查流量，又实用又省钱，对吧？你说到点子上了。这个观点其实典型的犯个错误，把结果当原因了。哦，怎么说？就是说，为什么有些人看电视相对多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爱看或者逃避，而是第一，休闲预算有限，电视几乎零成本。确实。第二，时间碎片化。你想想，外卖员等单、清洁工午休，那点时间可能也就够刷会儿手机、看会儿电视。更重要的可能是精力耗尽，一天体力活下来，真的就需要这种低耗能的放松方式。有道理。而且富人也不是不看电视嘛，比尔盖茨不也推荐纪录片、看纸牌屋啥的？对，他们只是选择更多，可以看话剧、听音乐会，或者有团队帮他筛选信息，这跟看电视本身好坏关系不大。是选择权的问题。完全正确。这跟另一个说法，第五个，穷人痴迷体育，富人要么当老板，要么当运动员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。看个球赛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就是跟工友、同事社交的方式，或者是缓解压力，或者是就是单纯喜欢。对啊，看球是挺开心的。难道只有当了球队老板或者成了运动员，看体育才有意义？这显然也是一种偏见，对吧？他忽略了体育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。巴菲特也看球啊，他还是球队股东呢，这不矛盾。没错没错。那时间精力这块儿还有一个更火的，第四个，穷人醒得晚，富人起得早。哦，这个简直是自律神话的代表作了，是吧？好像所有成功人士都得凌晨4、5点起，晚起就等于懒，没出息。太绝对了。但现实哪有那么简单？我们这上夜班的保安老刘，他白天睡觉那是工作需要，跟懒压根儿没关系。对，工作性质决定的。还有凌晨5点就起来抢单的外卖小哥，他起得够早了吧？但就能直接让他变富吗？好像也不能吧。早起不等于高效，更不直接等于致富。再说那些早起的名人，像村上春树早起写作，那是他的工作节奏；马斯克早起，那是有高效团队、私人飞机支持他的日程。这跟咱们普通人，挣扎着早起赶地铁，处理一堆家务琐事，那条件和压力完全不一样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强行把起床时间跟勤奋、贫富划等号，就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：工作性质和生活需求。很多普通人晚起，可能是因为夜班、轮班
或者头天加班太晚，富人能轻松早起，还能高效利用早晨时间，往往是因为他们睡眠有保障，生活环境舒适，甚至很多杂事儿都有人代劳。对，勤奋不勤奋，关键看你醒着的时候是不是在为目标努力，而不是看闹钟几点响。早起摸鱼也没意义，对吧？早起摸鱼确实。所以归根结底，怎么用时间，很大程度是客观条件决定的，而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好坏的问题。有道理。好，那聊完时间和精力，咱们再来看看消费习惯和财务观念上的几个说法。这方面的迷思也特别多。对，这块争议也大。比如第二个，穷人吃快餐，富人注重健康。这个也经常听到。这是批评普通人爱吃垃圾食品，不关心营养，好像只有富人才能养生。但你想想，工厂的小王午休就1小时，食堂可能就那样，外面快餐10几块搞定，旁边小炒店得20-30，还得等。时间和钱都是问题。他1个月工资可能就5000块钱，还得养家糊口，哪个选择更现实？还有单亲妈妈理解，下班累得不行，没时间也没力气买菜做饭，去便利店给孩子买个饭团、三明治加牛奶，这已经是他在有限条件下能找到的，相对方便又还算可以的选择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生存困境。吃快餐很多时候真不是因为喜欢或者不注重健康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或者预算有限。你想想，有机蔬菜、新鲜肉类跟快餐比，哪个贵？吃饱肯定是第一位的，对吧？对，甚至还可能是周边选择少，比如一些工业区或者老旧小区，餐饮选择本身就有限。富人不是天生就懂健康，而是他们有那个健康选择权，有时间研究食谱，有钱买有机食材，请营养师，甚至请私厨。所以还是条件差异。对，饮食选择的差异更多是经济条件和生活便利性差异的体现，而不是什么健康意识的差别。这跟第三个观点，穷人买打折衣服，富人只买原价，逻辑是不是有点像？非常像。这个观点，有点扭曲生钱的本质了。怎么说？对很多收入不高的人来说，生钱可能就意味着能给孩子多买一本书，或者应付一次感冒发烧的医药费。这种情况下，生钱本身就是一种赚钱的方式，对吧？有道理。省下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钱。买打折商品，比如过季但质量不错的衣服，或者超市临期但没坏的食品，这是一种理性的聪明消费行为，跟什么档次、面子关系不大。对，反过来，富人买打折的大牌，他也觉得划算啊。本质上都是基于自己经济条件的决策。你看，巴菲特那么有钱，生活还是很节俭啊。他买股票不也是在找打折的机会吗？巴菲特买打折股票，这个比喻好。所以，买不买打折跟你的消费需求、信息获取能力、经济条件有关，跟所谓的贫富思维没什么必然联系。那关于钱本身呢？比如第8个，穷人没存款，富人有存款。还有第9个，穷人用信用卡买没用的东西，富人用信用卡投资。以及第12个，穷人先花钱后赚钱，富人先赚钱后花钱。这几个好像都指向一个结论：穷人理财观念不行，所以才穷。这几个观点都犯了同一个毛病，就是混淆了储蓄消费行为和财富积累能力。先说存款，就是第8个，普通人没存款，绝大多数情况不是不想存，而是收入低，日常开销大，房租、水电、吃饭、交通、人情往来，扣完这些必要支出，真的所剩无几，是存不下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是客观条件限制。而富人有存款或者更多是投资，首先是因为他们收入高，有远超日常开销的盈余。存款或者资产是富有的结果，不是原因。再说信用卡，第9个，简单粗暴地把消费品定义为没用，投资定义为有用，这本身就太武断了。对，怎么定义有用没用呢？
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用信用卡分期买个电脑，为了找工作，提升技能，那难道不是一种投资吗？家里冰箱坏了，用信用卡应急买个新的，这是维持基本生活呀，怎么能算没用？是，富人也用信用卡消费，买奢侈品、度假，关键在于人家还得起，对吧？而让普通人用信用卡去投资，那个风险太高了，万一失败，可能就掉债务坑里了。是。至于第12个，先花钱还是先赚钱？听起来先赚后花特别对，特别理想。但现实中，很多人是需要借助信贷工具，比如信用卡、花呗什么的，来应付突发状况，买必需品，或者做一些必要的前期投入，比如置办一身面试的行头。一级周转。这跟富人贷款创业或者投资房产性质可能不一样。但不能简单的说先花钱就是坏习惯，关键还是看这钱花在哪了，以及有没有能力还。对，总的来说，这些财务行为上的差异，更多反映的是收入水平、生活压力和可用资源的巨大差别。这么一分析，确实这些观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好，接下来咱们转到心态、社交和行动力这方面，这方面的鸡汤也特别多。是的。心灵鸡汤重灾区，比如第7个，穷人怪别人，富人怪自己。这个说法流传很广。他就暗示说，富人更有担当，更能控制人生。但现实里，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难，抱怨一句就业形势不好，这不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吗？能完全算找借口吗？对啊，这可能是事实陈述。做生意的人遇到疫情，政策调整亏了，说受到大环境影响，这也很正常吗？难道富人就从来不抱怨外部环境？企业家项目黄了，怪市场不行，怪团队不行的情况，也不少见嘛。对，这个观点就是把归因方式和贫富简单挂钩了。一个人倾向于内归因还是外归因，受很多因素影响，性格、文化，还有就是他实际面对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。当一个人面对的困难却是远超个人能力范围时，比如系统性失业、大灾难，把原因部分归结于外部，这是理性的，不是找借口。对。而富人之所以更能怪自己，然后去调整，往往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去承担试错成本，去弥补损失，对吧？过分强调说只能怪自己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苛责，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结构性障碍。确实，这跟第13个观点，穷人身边都是穷人，富人身边都是富人，那个所谓的圈子决定论，是不是也有点关系啊？好像说穷人就该赶紧脱离穷圈子。这个圈子论也很有迷惑性。首先，一个人的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生活环境、工作性质、教育背景决定的，不是你想换就能随便换的。对，身不由己。外面约的朋友大多是同行，办公室白领的朋友多是同事，这很自然。其次，社交的本质其实是价值匹配。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能力、资源、见识，自然会吸引和融入什么样的圈子。圈子是能力和资源的结果，而不是人因。我明白了。你硬让一个普通人去参加都是大佬的聚会，很可能也插不上话，融不进去，对吧？而且普通人的圈子也有它的价值啊。情感支持、信息互通、生活上互相帮衬，这都很重要。穷富这个标签不能定义圈子的全部价值。说得对。这么说，圈子和前面那个怪谁一样，都是把结果当原因了。那第14个呢？穷人不把想法付诸实践，富人执行力强。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？忽视前提谈执行的论调。忽视前提。对，谁都知道想法要实践才有价值，但实践需要什么？启动资金、相关的技能经验、承担风险的能力，对吧？这些都是硬条件。一个普通人想开个小面馆，他可能没本钱、没经验，更怕的是万一失败了，可能就血本无归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不行动，不是因为懒或者没执行力，而是基于现实风险的理性考量。输不起。而富人之所以显得执行力强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资本去试错，有资源去组建团队，有能力去承担失败的后果。你看马斯克项目成了是执行力强，那失败的项目呢？他照样有资本进行下一次尝试。普通人往往没有这种试错的机会。确实是这样。那最后一个相关的
第15个，穷人指望别人帮，富人靠自己。这个观点，有点把接受帮助和依赖不劳而获划等号了。首先，完全靠自己，这本身就是个理想状态。现实中，几乎所有人的成功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、社会的支持，或者就是运气好，对吧？富人也不例外，家庭背景、人脉资源、政策红利，这些都是助力。是的。其次，对于那些真正身处困境的人，比如残疾人、失业者、遇到重大变故的人，接受社会救助或者别人的援手，这是维持生存、重新站起来的必要途径。这跟指望是两回事儿。这是生存需要。一个文明社会本来就应该为弱者提供保障和支持，不能把接受必要的帮助给污名化了，说成是没骨气或者懒惰。对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关于心态、社交和行动的说法，也都经不起仔细推敲。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资源、环境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些更关键的因素。是的。最后，咱们再快速看一下几个跟生活方式、个人选择相关的，比如第11个，穷人不做定期体检，富人重视体检。健康问题。还有第10个，穷人孩子多生得早，富人孩子少生得晚。以及那个特别有点伤人的第6个，穷人不经常洗澡，富人爱干净。这几个观点同样反映了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制约。先说体检，第11个，普通人不定期体检，很多时候不是不关心健康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可能比富人更怕生病，因为一生病可能手停口停，还没积蓄。对，更怕风险。不去体检往往是因为体检费贵，或者工作忙请不了假，或者医保报销有限甚至没有，是条件限制，不是观念问题。这个确实。再说生育选择，第10个，生多生少，生早生晚，这个太复杂了，受到传统观念，比如多子多福、养儿防老的影响，也受到教育水平、避孕知识普及度、社会福利保障，尤其是养老保障的影响。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养育成本。现在城市里很多年轻人选择晚生甚至不生，恰恰是因为觉得养不起，成本太高了。简单归结为贫富差异，太粗暴了。对，养孩子确实压力大。至于那个关于洗澡的说法，第6个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更是充满了偏见甚至歧视。这个说法确实不太舒服。个人卫生习惯肯定有差异，但这更多的是跟居住条件有关，比如是不是合租，有没有独立卫浴，老旧小区供水好不好。对，居住条件影响很大。还有工作环境，你想想建筑工人、环卫工人，他们工作环境可能很脏，下班肯定想洗，但工地宿舍的条件可能就那样。条件限制。绝不能简单的把洗澡频率跟贫富挂钩，甚至用来进行人格贬低。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很多劳动者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差，反而更需要也更注重清洁，只是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。理解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15个观点大致都梳理了一遍。感觉贯穿其中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。贫富差距这事儿极其复杂，它是历史、制度、教育、地域、家庭、运气等等无数因素交织的结果。对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。想把这一切简化成富人有好习惯，穷人有坏习惯，这不仅逻辑上站不住脚，而且可能还掩盖了真正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那些深层问题。这背后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，就是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。对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。看到一些现象，比如看电视多、吃快餐、没存款，跟贫富状况同时存在，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前面这些行为导致了贫穷，却忽略了很可能恰恰是贫困本身限制了人们的选择，才导致了这些行为模式的出现。是资源、机会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行为，而不仅仅是反过来。说得特别好。所以面对这些流行的贫富习惯论，咱们应该有一个更理性的态度。第一，可能要认识到很多所谓的坏习惯，比如看电视、吃快餐、买打折品，它本身是中性的生活选择，是特定条件下的应对方式，没什么绝对的高下之分，对吧？对，不要轻易做价值判断。第二，财富不应该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。
贫穷不代表懒惰或者没能力，富裕也并不天然就等于更勤奋或者更智慧。机遇、平台、资源这些东西作用往往大得超乎想象。运气也很重要。第三，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环境，让每个人能有更多的选择权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。比如，改善一下基础劳动者的工作和休息条件，让健康检查、教育资源更普及，给想奋斗的人多一些支持，等等。对，关注结构性的改善比指责个人习惯更有意义。最后也想跟你说，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你的价值真的不是由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或者你是否符合某些成功人士的习惯来定义的。你为生活付出的那些点点努力，你对家庭、对社区的责任感，你的善良、正直，这些内在的品质，才是真正定义你价值的东西。说得好。希望咱们今天的探讨能让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贫富对比论调时，能多一份审视和清醒，少一点焦虑或者自我怀疑。因为每一个认真生活、努力前行的人都值得被理解和尊重。这也确实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。当我们习惯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行为和选择的时候，是不是在无意中就放过了那些真正需要被审视、被改革性因素？这种习惯归因，会不会反而让我们离真正的解决方案越来越远？这个问题留给你，也留给我们自己一起去探索吧。